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No 哥。本周几乎没有什么人在玩皮卡丘哈，皮卡丘的本周使用率低到呢没办法出现在我们的强度排行榜里面哦。本周前三名都非常多人玩，这一周的喷火龙的成绩非常的不错哈，在1600人的比赛里面获得了冠军，原因是耶诞树和史拉比太多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本周的强度排行榜。本周的数据显示，本周没有 T0哦，那这个呢蛮符合大家现在说的，所有的强度牌呢其实都是差不多的啊，大家都是互相克制哦，所以呢还算是蛮平稳的。首先 T1 的第一套也是本周胜率最高的自爆磁怪达克莱伊代兽，这个从 A2 开始就一直霸榜到现在哈。之前呢我们是用赤面龙。现在呢，大家都把赤面龙呢慢慢的换成这个代兽啦，因为大家觉得赤面龙呢有点太被动哦，毕竟要对方打你，你才会反伤嘛。代兽呢，它的好处是我们是有机会呢可以打60点伤害的哦，主动权会在自己的手上。那当然呢，它的撤退呢是需要3颗能量的。接下来的 T1 第二套也是自爆磁怪盔甲鸟吉多兰恩，这张牌大家比较少见哦。这套牌组在本周算是新崛起啊。前期呢，我们可以养盔甲鸟。一颗能量只要有道具就可以打出50点的伤害，多余的能量呢就可以来养吉多兰恩。3和1呢自己就能充人嘛，所以呢这套牌组呢基本上只带刚能量就已经够了哈。3颗能量打110也是蛮强的，自己会受到20点伤害。那这套牌组呢是没有 EX 宝可梦的，所以对方是要昏厥你3只宝可梦啊。再来的是耶诞树史拉比。这次的史拉比跟上一期的其实差不多一样，大家都发现呢，其实带2张纳兹可能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哈。这套的耶诞树基本上是打反伤为主的，这个斗篷是要给史拉比来提高他的生命上限哈。有力加跟伤药也是一样，可以帮他们补血哈。接下来的是甲贺忍蛙达克莱伊和赤面龙啊，这一套上一周是 T0哦，本周它的胜率呢有跌了哈。这套牌组呢，目前来说还是蛮强的，那比较怕的可能会卡手啦。好，接下来的是帕奇利兹，这套帕奇利兹呢有改了一点点哦。本周其实比较关键的，基本上呢是在牌组的构造上面啊，因为经过大家游玩的时间嘛，大家就知道慢慢怎么去改进，怎么去调整，然后来达到呢牌组的更加稳定性哦。帕奇利兹我们上周是带了5张的道具。这一周呢，大家觉得说其实带4张也是差不多 OK 的，然后呢是带了一个火星跟红牌。我们这一套呢比较少几率是会卡手的，基本上我们起手一定会有帕奇利兹嘛，4张道具也很好的可以让他2颗能量打出80点的伤害哦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下这个红牌呢去扰乱对方的起手，尤其是呢现在2阶宝可梦不知道为什么只要起手很好的，基本上就可以直接马上成型啊。那这样子呢，对我们的帕奇利兹来讲呢是非常的不利的哦。所以呢，大家会多放这张红牌去骚扰对方的起手，以防呢他没有洗牌哦。清率是可以提高帕奇利兹的生存能力，因为之前我们是放了2张的板木嘛，但是经过多次游玩呢，我们发现呢，其实板木要求并不是那么高哦，所以放多一个清率呢，确实是可以提高我们这个帕奇利兹的生存能力啦。这一套呢，我也是蛮推荐给大家玩的，尤其是新手朋友们，还是说你懒惰思考的这一套蛮强，蛮适合的哦。好，再来的是自爆磁怪斗系的牌组，这套跟上一周的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，没有任何的变化。好，接下来的是战锤龙啊，这套战锤龙是没有带飞腿狼的，是带了1张的马夏多和1张的快拳狼啊。只要有卢卡利欧在后面呢，其实战锤龙不卡手，这伤害还是非常的高哦。本周它的胜率也是蛮不错的。再接下来的是远古巨艇，就是蜻蜓搭配蒂亚卢卡还有梦幻。这一套呢是带了1张的叶子和1张的速度强化，次日跟纳兹各带1张啊。因为现在大家都发现其实纳兹还是蛮好用的哦。当然呢，次日是目前的天花板啊，非常的 OP 哦。那2张一起带的话呢，其实会比较好，因为有时候你如果带2张次日的话，你打不到后面的伤害就不能使用这个次日嘛。所以呢，纳兹有时候是可以弥补这个问题的哈。好，接下来的是马纽拉跟达克莱伊这一套牌组呢，跟上一周是一模一样的，没有任何的变化。为什么会一模一样呢？第一就是说本周可能使用的玩家没有做出任何的变动，或者是说这套牌组已经是接近完美了，不需要再做变动了。好，接下来的是帕路奇亚、马纳菲还有水翼部。那就好像这一套牌组呢，其实基本上大家都知道说
这一套应该是已经算是非常的完美了，所以呢就不会有任何的变动哈，除非之后大家有发现一些小诀窍呢，可能可以再做调整嘛。目前来看呢，这套牌组的强势度还是非常强哈。这一套是有带一张极冻鸟的，从上一周开始，这个极冻鸟就已经加入这套牌组里面了哈。3张的基础 EX 宝可梦也是可以提高马纳菲，可以同时充能给2只关键宝可梦的这个几率哦，所以这套牌组还蛮强势的，蛮不错的。只是本周游玩的玩家呢，没有像上一周那么多了，胜率还是一样蛮不错的哦。再来的 T1 的最后一套就是远古巨艇和椰蛋树，这里的是带了2张的头盔啦，那最关键是要给椰蛋树的去打这个反伤。放了1张的叶子，基本上的椰蛋树呢很少会去撤退的，除非在一些关键时候我们可能不能再失分了，那你让它再撤退呢，让蜻蜓去打还是蛮不错的。带叶子呢会好过带速度强化哈。本周 T1 的牌组非常的多啦，这一次本周数据是显示说各有千秋，大家都是各有优势的。我觉得这次的版本的平衡性看起来蛮不错哈。接下来的是 T2 的牌组，第一套暴鲤龙、甲贺忍蛙还有赤面龙哦。这一套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，从 A2A 开始就一直抢到现在啊，只是说呢它现在的胜率在 45% 以下哈。接下来 T2 第2套是双蛋瓦斯加达克莱伊，这套在本周也有很多人去玩哈。它跟马纽拉比较的就是马纽拉是 EX 的宝可梦，只要被对方昏厥了，对方是可以拿到2分的。双蛋瓦斯是普通的宝可梦，就算被昏厥了也只有1分哦。更何况双蛋瓦斯可以用阿杰回手嘛，可以降低损失的分数哦。当然，马纽拉跟达克莱伊的最强 combo 每个回合是可以打90点伤害的，但是双蛋瓦斯跟达克莱伊的 combo 只能打60点的伤害哦。虽然说两者之间差了30点伤害，但是双蛋瓦斯是有中毒状态，给对方的压力也是蛮大的哦。所以双方都有自己的优缺点，就看大家想要哪一个效果哈。再来的是本周的冠军喷火龙啊，而且有很多喷火龙出现的原因呢，是因为上一周的冠军是椰蛋树史拉比，椰蛋树史拉比的玩家也是非常的多哈，导致呢大家都想要去烧椰蛋树和史拉比，所以喷火龙玩家自然的就多了。这里的喷火龙呢跟上一周有点不一样，本周的喷火龙是没有带张药的。1张叶子加2张的速度强化，这是要让我们可以更灵活去做撤退啦。毕竟撤退的能量就是等于能量嘛。放了1张的纳兹啦，是没有放次日的，因为喷火龙基本上是一拳超人嘛，所以呢是不需要带次日的哈。好，接下来呢就是烈焰猴了。本周烈焰猴的玩家有比上一周好那一点点，终于有过关了。只是呢它的胜率呢也没有高到哪里哦，还是比喷火龙还低一些些。烈猴这里的带法呢是有点不一样，是直接戴了2个头盔啦。现在有斗篷，很有可能呢140呢是秒不掉戴斗篷的宝可梦的，所以呢戴了头盔可以反伤多20，这样子他打140再加反伤20，就可以造成160的伤害，就更容易呢去秒掉戴斗篷的宝可梦。叶子的朋友们可以发表一下意见，戴叶子是不是会比速度强化更好呢？再来的是本周最后一套 T2 牌组，美露美塔、蒂亚卢卡和梦幻。这套牌组呢跟上一周是一模一样的，没有任何的变化哈，而且使用它的玩家呢有点下滑，胜率是跟上一周差不多是一样的，它依旧是搭在这个 T2 牌组的最后一套哈。接下来的 T3 牌组只有2套哈，一套是史拉比、椰蛋树、君主蛇，另一套是超梦。好，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史拉比、椰蛋树和君主蛇的，因为现在的环境呢，导致君主蛇并不是那么的有优势啊。那大家都已经是去玩椰蛋树再加1张的史拉比了哈，而且也打出非常不错这个成绩啊。在君主蛇的史拉比，它的胜率是比超梦还高的，但是也没有高多少。所以如果你们觉得君主蛇还可以再开发的朋友们，赶紧再开发一下吧。好，再来的最后一套就是上一周说有可能会消失的超梦啊，那没讲到呢，它还是活了下来啊。那本周的游玩人数呢是有上升了那一点点，但是呢胜率呢是完全没有提升到的哦。牌组呢依旧呢是一模一样，没有任何的变化啦。好，那今天的强度排行榜就到这里了，不知道大家觉得本周的强度排行榜如何呢？大家可以下方留言告诉我哦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了，喜欢的朋友们呢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那我们下一期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
楼哥影片无约，快看楼哥直播 ，Live Show，立刻订阅。